2年前，海军本部与白胡子海贼团引发了旷世大战顶上战争，海军以十分惨痛的代价获得胜利。海军本部马林凡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虽然那里是长期的正义据点，但世界政府为了防备愈加激烈化的海贼时代，建固了更加坚固的海军要塞，位于新世界的入口，全新的正义要塞就是这里，由强硬派新任海军元帅萨卡斯基赤犬领导的新马林凡多。不过仔细看看世界板块，就能发现原海军总部的旧址变成了海军这一支部，与新的海军总部隔着红土大陆。而位于2个海军基地中间的红土大陆正上面，正是天龙人所在的圣地马里乔亚。说白了，经过顶上战争之后，天龙人更怕死了，把自家的前后院都盖上了海军基地，将海军内的顶尖战斗力都安排到了门口做看大门的门卫，怕的就是在有像白胡子一样强悍又疯狂的海贼打过来。像赤犬这样的正义人士，不过也是天龙人的保安门卫而已。德雷斯罗萨篇章的时候，海军大将藤虎因为公开向德雷斯罗萨国民下跪道歉，顶撞元帅赤犬，被赤犬下了禁足令。如果藤虎不能提着草帽路飞和罗德脑袋回来，就永远禁止他踏入海军的任何一个机构。结果这次赤犬收到消息，藤虎居然跑去了马里乔亚，气得赤犬当场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我不是给藤虎那个老登下了禁足令了吗？为什么我的马仔们没有把他从马里乔亚赶走？马仔哆哆嗦嗦的报告说，因为藤虎大将的理论武装太完美了，马里乔亚不属于海军的机构，有理有据，让人无法反驳。赤犬吹胡子瞪眼，跟我玩文字游戏呢。前海军元帅战国一边吃零食一边探出头，幸灾乐祸地讽刺道：“怎么样，元帅不好当吧？”赤犬头都大了，战国这家伙特意跑过来看笑话，也真是劳烦他老人家了。赤犬向属下问道：“谁在马里乔亚？”马仔回答：“大将绿牛在。”赤犬立即下令联络绿牛，看见藤虎了就给我赶出来。看着桌上路飞的通缉令，赤犬抓起来一把火烧毁。这个小鬼居然都涨到15亿赏金了，什么狗屁大海贼时代，2年前就应该随着白胡子艾斯的死结束的东西，到最后都要变成大海军时代。海军对路飞恨得咬牙切齿，但路飞可是被寄予了厚望的人。2年前，当艾斯战死，白胡子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弥留之际，白胡子曾说过这样的话：就像有人继承罗杰的意志一样，总有一天也会有继承艾斯意志的人出现，就算断了血脉，那家伙的火焰也不会消失。就是这样，从很久很久以前代代相传下来的。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个背负着数百年历史的人出现，向这个世界宣战。战国，你们的世界政府就是在害怕那一天的到来，把世界都卷入其中的巨大战争。马里乔亚本该受命驱逐藤虎的海军本部大将绿牛，此时正与藤虎共同坐席，谈笑风生。藤虎愉快地吸着拉面，听说赤犬下令要把自己赶走，非常硬气地问道：“干一架吗？”绿牛爽快地大笑几声：“放过我吧，我可不想动手，反正你也不是来破坏会议的吧？”藤虎放下碗筷，睁开没有眼人的双眼，铿锵有力地说道：“我要破坏的是制度，王下七武海应该废除了。”绿牛听到这个提议，既不意外也不惊讶，笑了笑：“你认真的吗？”藤虎没有正面回答，话锋一转，只夸马里乔亚的饭菜好吃。这也许也是将来路飞会进攻马里乔亚的原因之一，为了和天龙人争夺美食。这里是笔者胡扯的。从藤虎和绿牛的谈话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绿牛已经3年没有吃过东西了。尾田刻意的让绿牛说出这样的话，有意无意的向海米们透露绿牛的能力。结合他名字里的绿的颜色，大概是和大自然的某些东西有关系，很可能是从大地或者阳光获取能量的一种能力。这里是红港，巨大的港口夹住了红土大陆，是第2条通往红土大陆对面海域的政府专用路线，通过升降的泡泡电梯将人运送到红土大陆顶端的马里乔亚，再由另一边的电梯输送下去。参加世界会议的各国王族们陆续停船靠岸在红港，龙套的国王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比较重量级的人物当然都与路飞有关系。首先登场的重量级人物是由卡普中将亲自护送的鱼人岛王族、尼普顿王、3位皇子以及全世界的人都梦寐以求见上一面的巨大人鱼公主白星。鱼人岛的龙宫王国加入世界政府已经200年，而这一次却只是第2次参加世界会议，这本身已经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群众们夹道欢迎，记者们涌过来对着白星一顿猛拍。鱼人公主对很多人来说都只听过其传说，一辈子都无缘亲眼见到，所以能把人鱼公主的相片记录下来，可谓是十分珍贵。更不用说人鱼公主那鹤立鸡群的美貌，看上一眼那就是浑身发抖，被人评为其美貌不亚于海贼女帝，闻名世界。另一个是曝光蛋糕的丑闻得罪了三皇大妈的世界经济新闻社的社长摩根斯，也高调的亮相在了红港。看到白星的一刻，双眼放光，无法自拔。尼普顿王很担心白星会遭到太多的关注，卡普就哈哈大笑，
白星的美貌传闻已久，大家争相观看也很正常。而且他还那么大，这个大字用的恰到好处，尼普顿王竟无言以对。卡普一边吃着旺旺仙贝，一边和白星聊天。这时路中间站出一个二愣子西瓜头，卡普理也没理，带着尼普顿王和白星等人径直往前走。西瓜头猥琐一笑，主动搭话道：“英雄卡普，你知道我是谁吗？”卡普瞥了他一眼：“臭小鬼，你谁呀？让开！好狗不挡路！”西瓜头一愣，有人居然敢冒犯自己，简直不敢相信，一定是自己听错了。周围的卫兵对着卡普拔出武器，无礼之徒居然敢冒犯国王！西瓜头摆摆手，嚣张地说道：“我是你的故乡戈亚王国的国王斯特利，身为我的子民的你，理当臣服于我，跪下！”卡普头上的青肌动了动，不爽地白了他一眼：“赶紧滚一边去！看着你这张脸就火大！”西瓜头斯特林气得差一点满地打滚，卡普对着他无言以对。不过斯特林介于自己国王的身份，忍住了打滚的冲动。毕竟他特意跑过来，不是找刺头卡普的茬的，而是有事相求。看看左右无人注意，斯特林揽过卡普的肩膀，低声说道：“长话短说，卡普，帮我和世界贵族搭桥，将来我要成为天龙人。”卡普一愣，脱口而出：“你要成为那种垃圾吗？”斯特林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卡普一句话，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最重要的是，这种发言无理又危险，居然敢说天龙人是垃圾，传出去不仅卡普官位不保，还容易满门抄斩。卡普一看斯特林的表情，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摆摆手：“刚刚的话不能说吧？那就不算，我什么都没说。”斯特林听得目瞪口呆，这老头太可怕了。这个斯特林就是萨博的父母收养的儿子，也是萨博的义弟。10几年前，萨博因为受不了贵族的家庭带来的虚伪压力，于是离家出走。萨博的父母为了不绝后，收养了斯特林。这个斯特林和萨博的父母真的像亲生的一样，秉性和萨博的父母一模一样，崇尚权贵，唯利是图。在进入萨博家之后，借由萨博父母降困贵族的背景，和其他的贵族甚至王族攀上关系，长大后与公主结为夫妇。后来戈亚王国的国王和王子死于非命，斯特林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王位。斯特林表面上一副居高临下、傲气凌人的样子，细一看就像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卡普根本懒得和这种段位的人对话，送尼普顿和他的王子、公主坐上了前往马里乔亚的升降梯。卡普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这个升降梯看来安检十分严格，非王族不能乘坐。卡普站在下面与白星等人挥手告别，白星充满感激和卡普道谢。升降机启动，缓缓向马里乔亚升去。升到高处的时候，一股明亮的光芒洒在白星的身上。白星一愣，看向天边，是太阳，是没有经过深海的折射，真真切切的太阳，是海底深处发光太阳树的光无法比拟的明亮。原来真正的太阳这么耀眼，真正的天空如此高远，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这就是陆地，美不胜收，光芒万丈。白星激动的热泪盈眶，这就是自己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努力的原因。因为一姬王妃想让自己的后代，想让所有的愚人族都生活在这明亮之下，看看这缤纷多彩的大千世界。白星哭着说：“我想住在陆地上，我想让王国的百姓也看看这太阳世界。”尼普顿王呵呵一笑：“我们就是为此才来参加世界会议的呀。”与这边感人的镜头相反的是二愣子斯特林，面对不断升高的升降梯和高空的大风，斯特林吓得都要尿了。其他王子投来鄙夷的目光，这是哪个村长的儿子走错了吗？如此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个国家的国王啊！革命军军队长莫利从红土大陆的岩壁上探出头来，正巧被斯特林看到，吓得他嗷嗷大叫。墙壁上有个荆棘的巨人，还拿着鱼叉，估计是来吃人的。旁边一个国王面无表情，这小子指定是有点毛病，估计是精神病国家的国王。远处一大群乌鸦飞过来，斯特林吓得抱头鼠窜，尖叫道：“诺克萨斯统领开大招了！卫兵护驾！”一个卫兵听到斯特林的惨叫，走上前来，低声说道：“国王莫慌，乌鸦不吃脑残。”卫兵推开面罩，露出了萨博年轻又活力的面庞。白星来到马里乔亚后，一改平时的胆小畏缩，变得开朗又活泼，很快就结识了路飞的后宫团中的薇薇安公主和雷贝卡。三人愉快地聊起路飞的糗事，除了王族公主，就连花之国的暴力团伙八宝水军的现任头目老蔡也来了。此次他是以花之国国王护卫的身份参加世界会议。八宝水军与花之国国王有着很深的互利关系，除了路飞的朋友们，还有路飞的旧敌，现在黑暗自古国的国王瓦尔波。这个小子和他的王妃还是一副欠揍的屌样，薇薇安和他们算是有过一些过节，一看到这俩人就头疼。虽然瓦尔波是个脑残，不过看过前几期的朋友应该有一些印象，这个家伙是一个十分励志的人物，他的事迹如果写成书，估计不会输给我的奋斗之类的著作。总之是个白手起家东山再起的案例，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乔巴的故乡樱花国的现任国王多尔顿携手乔巴的恩人库雷哈医生一并来到马里乔亚，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不禁回忆起《海贼王》前半部分那一段段让人飙泪的感人片段。
薇薇安与瓦尔波、多尔顿的交集概括起来是这样的：当年薇薇安随路飞等人前往阿拉巴斯坦，半路上娜美突发疾病，于是草帽一伙来到了东岛求医。当时的东岛正处于瓦尔波的暴政之下。某一天，海贼来袭，作为国王的瓦尔波不但没有战斗，反而逃命去了。身为瓦尔波部下的多尔顿站起来，带领国民保护了国家。战争结束后，瓦尔波以海贼的身份回到东岛捣乱，正巧碰到了前来寻找医生的路飞一伙。路飞一伙帮助乔巴打倒了瓦尔波，保护了他最珍贵的樱花海贼旗。娜美的病治好了，乔巴加入到了草帽团。老蔡告诉小人族的代表雷欧，此次他将最后一次以花之国国王护卫的身份保护其左右。世界会议之后，将会与花之国断绝关系，世界的大浪潮就要来了。草帽路飞注定将在新世界掀起巨大的漩涡。身为草帽大船团的成员，必定要随时待命。听说其他人已经开始行动，如果不出所料，他们正在赶向台风眼河之国，在凯多的混战之中鼎力相助。在路飞所有的小弟之中，最逗逼的当然要数脑残粉巴托洛米奥了。率领手下不断的入侵其他城镇，以暴力手段迫使各个阶层的人成为路飞应援团的成员，来支持路飞吧，为第5皇帝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一个小弟卡文迪许，从前竟然是一个国家的王子，因为太帅，全国的女性都沉迷于他，不肯结婚。国家的男性光棍们奋起抵制卡文迪许，国家为他特立了一个罪名——太受欢迎罪。卡文迪许因为此罪而被流放到国外。时至今日，卡文迪许不论到哪里，都会有众多女性乘船而来向他示爱。深海大监狱推进城，在 Level 6无限地狱层里，多弗朗明哥被关押在一个单人牢房里。监狱长麦哲伦受命来做多弗朗明哥的单人护卫，防的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世界政府的人。因为多弗朗明哥曾经是天龙人的缘故，他掌握着很多马里乔亚的秘密。天龙人为了防止他把这些秘密泄露出去，正秘密派遣杀手找机会对明哥实施暗杀行动。明哥躺在监狱里哈哈大笑，泄露出去也没有关系，权力可是跑得飞快，马上会腐朽的东西。圣地马利乔亚，一个身材高挑的黑影来到一个地下密室的门前，他的手中握着草帽路飞的通缉令。打开密室大门，一股寒气传出，在密室里并坐着一个巨大的草帽，除了尺寸外和路飞的草帽一模一样。我是谢文君，咱们下期见。